上司被下属妻子的美貌所吸引，竟然当着夫妻俩的面开口说道：孟来呀，你小子真是艳福不浅呐！这样吧，你看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我一定满足你，把这美人让给哥哥我怎么样？郭孟来一听这话，心头的怒火瞬间就被点燃了。好你戴楚生，你可真是个畜生呀！有心立马举起拳头打戴楚生一顿，可他咬咬牙一跺脚忍住了。司令，您开什么玩笑？哪有把老婆送人的道理？如果我要您一个姨太太，恐怕您也不会给吧。戴楚生被噎了回去，心里难受，脸上的笑容却丝毫没有改变。哈哈哈哈，孟来呀，大哥我是开玩笑呢，你怎么还当真了呢？今天第一次见弟妹，没准备什么礼物。边说着话，他就把手伸进怀里摸索了一阵。郭孟来心头一惊，以为他要掏手枪呢，没想到戴楚生手握一只镶着珍珠的金簪，递到了郭孟来妻子铁冬梅的面前，光彩夺目，一看便知价值不菲。郭孟来赶忙双手一拦：司令，这可不敢，贱内就是个村妇，不配戴这个。可他话音未落，戴楚生早已经把金簪扔在桌子上，扭身撩门帘出屋，骑上马扬长而去。回去路上，戴楚生的脑袋可就不闲着了，满脑子都是铁冬梅的样子。老子有8房姨太太，加到一起也抵不过这美人的一半呀！不行，无论如何我也得把她弄到手。这戴楚生以前就是个街混子，清末民初社会动荡，他当了土匪，后来花钱买官，摇身一变当上了县长，手下的那些个小土匪也跟着改编成了私人军队，现在已经发展到了4个团的兵力，称霸一方。郭孟来以前是县衙里的一个文官，戴楚生当上县长之后，见郭孟来很有才能，便将他调到自己的军队里当了团长。今天戴楚生到郭孟来的团部视察，刚巧碰上了郭孟来的妻子铁冬梅也在。戴楚生见色起意，这才发生了刚才的一幕闹剧。郭孟来夫妻哪里知道，这事儿根本没有过去，一场灾祸正在悄然逼近。戴楚生回到司令部，摘下大盖帽往桌子上一摔：奶奶的，一个小娘们都不舍得给老子，我看他这个团长是不想干了。一直跟在屁股后边的副官马歪嘴递过来一杯茶水，随声附和：就是，司令呀，我老婆就是太丑了，要不然您需要的话，我随时让贱内来伺候您。到了晚上，戴楚生躺在三姨太的被窝里，就忽然有了主意。第二天一早，他让马歪嘴把郭孟来叫到了司令部。孟来呀，昨天我把话说的有点仓促，晚上我想明白了，这样吧，我有8房姨太太，你随便挑一个啊，不，挑2个3个都行，哥哥就想跟你把冬梅换过来。郭孟来一听，心说你小子可真不是人呐，你说的这叫人话吗？可自己毕竟只是人家手下的一个小团长，还指望着这个差事养家糊口，奉养双亲呢。咬咬牙，强忍着怒气说道：司令，我看您一定是喝多了，酒还没醒，这是您昨天落下的金簪，物归原主。说着话，将金簪放在了戴楚生的大办公桌上。要是没有其他事情的话，我先回团里训练了。然后2脚跟并拢，立正举手行了一个军礼，便转身大踏步离开了。戴楚生气得脸色发青，紧握着的大拳头用力敲在了桌子上，茶杯都被震翻了。这时候副官马歪嘴进来了：司令，我刚才碰见郭孟来气呼呼的走了，怎么他又惹您生气了吗？老子8个姨太太让他随便挑，他都不跟老子换，真不识抬举。这马副官曾经向郭孟来索贿不成，记恨在心，现在他一看报复的时机已经成熟，于是凑到戴楚生的耳边就嘀咕了几句。戴楚生听完之后，眉头舒展，转怒为喜，哈哈大笑：好，无毒不丈夫，就按你的计策办。郭孟来回家之后，把今天的事情跟妻子一说，铁冬梅便紧锁了眉头。当家的，看来这戴楚生是不会放过咱们的，还是早点拿个主意吧。我看明天一早你就带上儿子一起走，回老家避一避。你呢？
还是一起走吧，我不想咱们一家三口分开。没事儿，我留在这儿相机行事，找机会带上手下贴身的弟兄们一起走。正这时候，另一位团长郭梦来的好朋友刘全德来串门了。梦来，我听说那戴胖子打上嫂子的主意了，你可得防着点啊！我这是专门来给你提个醒。谢了，好兄弟，我打算让你嫂子明天就回老家去。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，弟弟我在所不辞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铁冬梅收拾好行李，正想抱着3个月大的儿子出门呢。家门外飞奔而至来了3匹战马，为首的马歪嘴跳下马，急匆匆敲门进屋。郭团长，司令有请，让你马上到司令部去商议紧急军务。郭梦来一听，心想准没好事啊！马副官辛苦，我知道了，您先请回，我随后就到。不行，司令说了10万火急，让你立刻动身，请吧。郭梦来没办法，只好用眼神告诉妻子铁冬梅，意思是你赶快带着孩子走，不要管我。然后骑上马，跟随马歪嘴几个人一路绝尘而去。铁冬梅急忙带上儿子上了事先准备好的马车，出了家门向城外飞奔。可走出去没多远，铁冬梅忽然对车夫说：何大哥，咱们不走了，赶快回去。原来铁冬梅不放心丈夫，她临时改了主意，要在家里等着郭梦来平安归来。再说郭梦来在马歪嘴的胁迫下来到了戴楚生的司令部，下马进屋，见到戴楚生还没来得及说话呢，便被早已埋伏在门口两侧的几名大汉按倒在地，缴了枪，绳捆索绑。戴楚生嘿嘿冷笑2声，然后说：梦来呀，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说愿不愿意把冬梅给我？呸！王八蛋，老子死也不会答应你的。郭梦来一口唾沫吐到了戴楚生的脸上，戴楚生立马收起了笑容，掏出手枪对准了郭梦来的脑门。那本司令就成全了你。啪！一声枪响，子弹嵌入了郭梦来的头颅。另一头，铁冬梅正在家里紧锁双眉，来回踱步，等丈夫回来呢。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，在门外停下。原来又是马歪嘴。大嫂，郭团长跟司令商量军务的时候突然病倒了，浑身抽搐，口吐白沫的，怕是去晚了，你们夫妻俩都不能见上最后一面了。铁冬梅一听就急了，紧握双拳，手心冒汗，心想不管这马歪嘴说的是真是假，总之丈夫现在必定是处境危险，我必须马上赶过去帮他。于是撇下在摇篮里睡得正香的儿子，上了马歪嘴的马车，就赶奔戴楚生的司令部。到了之后进屋一看，铁冬梅傻眼了，就见丈夫郭梦来躺在地上，脑袋底下一片血迹还没干呢。马歪嘴咣当一声把门关上，在外边上了锁，然后溜到院门外去站岗放哨了。屋内戴楚生肥胖的大脸蛋子上挂着淫笑，色眯眯的小眼睛都快笑没了。冬梅，这短命鬼走了也是好事，你跟着我多好呀，我是司令，以后保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铁冬梅无比伤心，却顾不得哭泣，想马上杀了这个肥猪替夫报仇。可她知道凭自己一个柔弱的女子哪是戴楚生的对手，得想个办法智取才行。但是戴楚生哪容铁冬梅多想，早已扑过来抱起她就要进里屋床上去。铁冬梅一眼看到了桌子上的金簪，她急中生智就说：司令你等等，我准备一下。戴楚生以为铁冬梅想通了，心想硬来确实不如顺从的有意思，于是就放下铁冬梅说：美人，你还要准备什么？司令你到底喜欢我哪里？哪里都喜欢。不，你得说最喜欢哪里。最喜欢你这勾人的大眼睛，忽闪忽闪的会说话啊！哈哈哈。哦，那我就扎瞎了他。说着话，铁冬梅伸手抄起桌子上的金簪，就假装往自己的眼睛上扎。戴楚生毕竟有多年的打仗经验，反应很快，他哪能让美人扎瞎眼睛呀？伸手就抓住了铁冬梅的手腕，往自己怀里一带，想要夺下金簪。铁冬梅借助戴楚生的力量，同时将手腕一转，金簪的尖儿就对着戴楚生的颈动脉扎进去了。
铁冬梅怕金簪太细，扎的眼太小，又用力搅和了几下，才拔了出来。戴楚生血流如注，手捂伤口倒在地上，功夫不大便气绝身亡。这时候马歪嘴听到屋里动静不对，开门进屋要看个究竟。当看到戴楚生已经倒在地上死了，铁冬梅手握带血金簪的时候，他是吃惊不小，慌忙拔出手枪对准了铁冬梅。只听啪的一声枪响，头不中弹就倒了下去。谁倒下去了？马歪嘴。原来是郭梦来的好朋友刘全德开的枪。刘全德不放心好朋友郭梦来，今天上午又到他们家去串门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结果发现家中只有摇篮里3个月大的孩子，便知道事情不妙，于是带着几个亲随弟兄快马加鞭赶到司令部，这才一枪结果了马歪嘴。在周围巡逻的戴楚生卫队知道他们的司令已经死了，不仅不着急，还个个挺高兴的，因为他们也早就看不惯这戴楚生平时的所作所为，纷纷表示以后就跟着刘全德了。刘全德带着自己和郭梦来2个团的部队，护送着铁冬梅母子要离开这里。另外2个团长追了上来，劝刘全德留下，说既然戴楚生已经死了，我们哥俩就拥护你当师长得了。刘全德想了想，也的确没有什么好的去处，便同意了。不久之后，刘全德带领这支队伍加入了国民革命军。1927年汪蒋叛变革命之后，他们又加入了中国工农革命军，就是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。这期间，铁冬梅与刘全德逐渐萌生出浓烈的爱情，他们结婚了。铁冬梅入伍当了女红军，2个人成为了一对名副其实的革命夫妻。